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赵丽颖的蜕变之路难以用言语表达。自从去年获得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后，赵丽颖就被大家视为最有潜力成功转型的85花。那时候她的电影资源也相当丰富，《浴火之路》乔妍的新式向阳花，其中《浴火之路》讲的是打拐，结合了复仇和公路片的元素。乔妍的新式是基于一个热门 IP 改编的作品，最近还挺受市场欢迎的那种双女叙事。而向阳花则是由大导演冯小刚执导，专注于那些刑满释放人员这个边缘群体的故事。这3部电影在商业上都有吸引力，故事内容也各有特色。对正在转型的赵丽颖来说，这些都是很不错的机会呢。现在这3部作品都已经和观众见面，赵丽颖的转型之路也到了一个可以好好回顾的时刻。01，从票房来看，赵丽颖的转型3部曲成绩还算不错。《浴火之路》取得了4.61亿的票房，在去年的国庆档中拿下了第2名。乔妍的新式在冷档期上映，最终票房是1.51亿，而上周新上的向阳花目前在同档期中已经排在第1。猫眼预测票房可能会达到2.08亿。如果这个预测成真，那冯小刚在近5年里的导演作品就算是最好的成绩了。3部主演电影的票房加起来都没过10亿，显然这跟市场对一位顶流女星的期待有点不搭边。比起票房，口碑更让人担忧。《浴火之路》豆瓣评分只有6.2，勉强及格。乔妍的新式虽然入围了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拉高了外界的期望，可是一上映口碑就扑街，豆瓣只给了5.3，而正在热映的向阳花则出现了评价2极分化的状况，豆瓣评了6.6，同时也又一次引来了观众对其女性主义角度的质疑。这3部电影里，赵丽颖演的角色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命运都挺悲惨的。在《浴火之路》里，李红英是一位为了女儿被拐卖而走上复仇之路的母亲，而在乔妍的新式中，赵丽颖扮演的小乔看似是一名光鲜亮丽的女明星，实际上她却是来自偏远小镇，生活在秘密和谎言中的黑户。不仅在工作上受到经纪人的操控，生活中还的时刻因身份问题面临未知的威胁。在这部向阳花中，电影一开始就展示了赵丽颖饰演的白狐狸被关进监狱的场景，原因竟是为了给女儿买人工耳蜗而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这样的她身处社会底层，身无分文，且还有前科出狱，面临的境遇可想而知，真是艰难险阻啊。3个角色各有各的悲惨遭遇，这不仅是题材的使然，也为赵丽颖提供了更广阔的表演空间，这对后续的奖项评选大有裨益。正如网友们所说的冲奖机会，赵丽颖这次的表现可谓不俗，角色的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得淋漓尽致，情绪的变化也恰到好处，真是让人眼前一亮。观众们对她的投入感也很赞，大家都认为她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在3部电影中，赵丽颖的表演有个共同的短板，那就是角色的整体表现还算到位，可是在细节上的处理稍显不足。每当故事达到高潮，她作为主要角色，总让人感觉有些力不从心，缺乏那种应有的冲击力。在向阳花中，当白狐狸决定对老爹下手时，电影通过闪回展现了他刑满释放后所经历的种种不平与屈辱。此时，他的搏杀不仅是为了救出兰西亚饰演的黑妹，更是一场白狐狸对命运反击的决斗。他必须在这一瞬间爆发出强大的能量，才能让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显得更加深刻。赵丽颖的演出够狠，却缺少了恨。导演在这一场戏中刻意避免了白狐狸的面部特写，
镜头拉得远远的，观众只能通过他的肢体语言和那些血腥的画面来体会角色情绪。这种拍摄手法虽然安全，但力度显然不足。流量型演员的演技本来就容易引人瞩目，更别提在赵丽颖的3部电影中，对手要么是像辛芷蕾、肖央这样的实力派，要么是像兰西亚这样的天赋选手。3部电影一放出来，赵丽颖的表现立刻成了观众热议的焦点。不过，与第20条时期的好评如潮不同，这次外界的声音中质疑的意见可不少呀。02提到赵丽颖，就绕不开85花这一话题了。去年9月份，赵丽颖一举斩获飞天视后，瞬间引发了85花格局大变的热议。到了10月份，她又获得了金鹰视后，关于85花的讨论持续升温。赵丽颖在事业上的不断突破，确实让其他85花和他们的粉丝感到有些压力。不过，赵丽颖的成功也给85花们的职业发展提供了一些启示，她的成功之路为后面的人们指明了方向。2010到2015年间走红的85花们，恰好赶上了电视时代的最后一波红利，通过一些热播作品赢得了不小的知名度。而到了网络时代，他们又成为了第一批吃螃蟹的先锋，凭借作品、话题和个人形象吸引了大量流量和关注。这不仅是85花的一个共性，也是他们转型的一大挑战。相比之下，那些年龄稍大的青衣型演员们在各自的领域里稳步前进，陆续获得了众多主流奖项。而85花却仍旧困在古装偶像剧里，和外界对流量演员的偏见中无法自拔。10年前，85花的转型更多是他们出于对未来的考虑，但现在到了35岁以上的阶段，形势变得更为紧迫，必须迎头赶上。曾经让他们倍感舒适的古装剧，如今面临着95花和00花的竞争。他们在观众眼中更具新意，年龄也占优。各种现实主义作品的出现，迫使85花们不得不提升演技和适应能力。赵丽颖在转型方面走得最果断，效率也最高。2022年，她接连推出了2部作品，其中《幸福到万家》是由郑晓龙导演的农村题材剧，而《风吹半夏》则是以社会变革为背景的时代群像剧。这2部剧都展现了大女主的特质，且女主角都是从草根起步，通过自己的奋斗不断拼搏，创造出一片天地。这与赵丽颖以前的一些经典角色以及她的个人经历有了很好的呼应，让观众能够更容易地产生共鸣。在电影发展的方向上，赵丽颖依旧采取了这样的策略。不过，电影和电视剧的表演毕竟是有区别的。当前的赵丽颖还需要在表演技巧上进一步提高，以适应角色的多样性。03说完赵丽颖和85花，咱们接着聊聊他们的转型之路。无论是正在火的流量明星，还是那些作品不在少数的实力派演员，在被采访时总是绕不开这个话题了。可是，真正的转型到底是啥意思呢？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才能算是转型成功呢？在业内外，大家一直没能达成一个明朗的共识。在观众们热议的过程中，演员的转型大致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1. 跨媒介平台的转换，就是从电视剧转向电影领域。2. 题材风格的变化，就是从青春偶像剧转型到现实题材或者主旋律内容。3. 评价标准的转变，就是从以前靠粉丝和流量，现在更注重大众的口碑和主流的奖项。深入探讨这些标准，其实不难发现，他们是依托于影视行业长期以来的价值评判体系。比如电影、电视剧、现实主义偶像剧，若以打造立体且丰富的人物作为表演的评判标准，电影并不一定比电视剧更占优势，
但现实主义作品的确比偶像剧更具发挥的机会。在85花中，杨幂是电影圈最先获得关注的那位。2011年凭借穿越剧宫走红后，她在接下来的5年里陆续参演了20多部电影，虽然集齐了大 IP、大导演和大制作，然而这一番努力，除了让粉丝用真金白银支持的票房成绩外，对她作为演员的转型其实帮不上多大忙。去年，杨幂接连推出的3部影视作品都遭遇了失败，这让她的舆论环境变得更加棘手。事实摆在那里，若没有扎实的业务能力作为支撑，不管怎样的作品，流量艺人的角色大致分为2种：招牌和靶子，要么是平台或项目的宣传牌，要么就是被观众集中审判的靶子。归根结底，转型只是一个方法，不是最终目标。随着赛道学的崛起，实际上反映的是演员能否准确把握自身认知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契合度。如果为了转型而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结果却导致核心受众的流失、观众的脱离，那这样一味追求转型也未免有些本末倒置。在当前行业对演员试错的余地越来越有限的情况下，或许相比成功转型，能否成功塑造出让人铭记的经典角色，才是更关键的问题。在85花中，唐嫣无疑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2020年的燕云台口碑不太好，这让唐嫣经历了整整3年的创作空白期。在这段时间里，粉丝们对工作室的质疑时常引发舆论讨论。《繁花》一播出，质疑声立马烟消云散。在剧中，汪小姐凭借她的阳光与韧劲，成为了全剧最闪亮的部分。而在剧外，唐嫣的口碑迅速回暖，资源也跟着提升，稳稳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市场地位。汪小姐给唐嫣带来了全新的人生角色，也让大家看到了她作为演员更广阔的可能性。最近《面无双》上线后，有些观众对唐嫣的表现提出了回归舒适区转型失败的看法。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汪小姐这个角色的辉煌和唐嫣凭借《繁花》取得的职业飞跃。说到底，演员的价值没法用转型是否成功这种简单的标准来衡量。真正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绝不是那些转型的噱头，而是那些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记的经典角色。